印度制造正在摧毁印军的战斗力。然而，奇怪的是，印军的高层并不因此而担心他们的军力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军高层的判断还真的有点道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在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更是表现得长袖善舞，多方采购、多方引进，而遇到的阻碍呢又非常少。如果印度要想办一个武器装备的博物馆，将会创造一个世界之最。不过，武器装备的来源过多，也造成了印度的军费开支严重浪费，后勤保障困难重重，甚至影响到了印军装备更新的速度和列装的规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莫迪政府野心勃勃地推出了防卫系统国产化的项目。印度国防部在2020至2022年间3次出台了扩大本土优先国防产品清单，结果却让印军深感痛苦，因为印军正在被这项计划废了武功。彭博社引述印度官员的消息称，印度的陆海空三军无法进口某些重要武器系统来替代陈旧的装备，这可能会使印军到2026年的时候严重短缺直升机，到2030年的时候短缺数百架战斗机。该计划虽然不会在短期内造成挑战，但是会在几年后摧毁印度军队的作战潜力，无法充分威慑中国。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表示，印度的挑战更多的在于建立必要的研发、制造和科研基础设施，以实现印度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自然目标。但问题在于，印度能否在长期内激励必要的投资？你可以理解为，虽然莫迪政府限制从国外进口武器，但是并没有准备好如何鼓励印度的本土企业生产先进武器装备。如果时间一长，那可就要命了。印度的外交家杂志发文指出，中印两国或将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第4次台海危机就可能在喜马拉雅山引发有限的中印战争。因为印度人往往会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挑起边境冲突，但这会让印度可能无法做好准备了。这里面有中国军队发展速度太快的原因，也有印度提出了防卫系统国产化项目之后无法进行有效的装备生产等因素。不过，也有许多印度专家认为，印度并不着急解决军备建设难题，因为中印之间就根本不会有大的冲突。前印度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退役陆军副参谋长兼克什米尔军团司令苏布拉塔·萨哈表示，中印两国在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因为这既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也有违中国的利益。在中国面对台湾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同时考虑以印度维持作战状态，所以印度与中国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高级讲师沃尔特·拉德维塔指出，印度政府不会在预计自己面临严重的近期威胁的时候颁发并实施一系列的武器装备的进口禁令，证明莫迪政府看准了中国对印度并没有直接的威胁，也不会侵占印度的领土。在更严重的挑战出现之前，印度要想建立起本土国防生产，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印度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的专家则认为，中国目前对印度构成了最显著的威胁。中国军队显然在战斗机或坦克、军舰和武器的数量上占据优势。莫迪政府推进印度制造计划只有大约7年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失败。印度人认为，面对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多重地缘利益挑战，无法通过依赖进口来满足其安全期望。印度政府所决定的武器装备国产化的决定应该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们认准了中国不会对印度有太大的威胁，巴基斯坦目前又没有实力对印度构成直接威胁，所以莫迪政府现在完全有时间来建立印度自己的国防工业。在2020
至2023财年的财政预算中，穆迪政府将其国防开支中的装备采购份额的68%预留给了本土的国防工业，可见其决心有多大。但是如果印度国防工业不争气呢？那么2030年左右，印度军队会不会变成弱鸡呢？从印度发展其国防工业的历史看，这恐怕会成为最有希望达成的目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